如果要用一句話形容最近台灣飛彈的發展，最貼切的莫过於就在不久前，中科院正式在九鵬基地實施衛星運載火箭測試，這也是台灣有史以來第一次衛星載具試射。了解試射詳情的朋友恐怕要忍不住開噴了。火箭明明試射失敗，你還在開心什麼？而且火箭又跟台灣飛彈發展又有什麼關係？別急，今天我們要聊的東西絕對顛覆各位的認知。在這場看似失敗的火箭試射背後，其實還藏着一枚極速10馬赫、直擊2000公里、台灣最強飛彈的故事。提到台灣最強飛彈，不少人想到的恐怕是那枚不久前傳出量產消息的晴天飛彈，最遠射程達2000公里，極速飆升至5馬赫，成為台灣最強，實至名歸。然而我要說，台灣最強飛彈另有其人呢。想知道此彈是誰？我們要先回到開頭的那個爭議上來。這次火箭試射真的算失敗嗎？前雄3飛彈總工程師，在防務科技界享有盛譽的專家張成一語中的，其表示，從系統工程的深度視角來看，這絕非純粹的失敗，而是一次極其寶貴的實體數據採集。在尖端科技研發的必經之路上，特別是航天與飛彈領域，實驗室裡的數字模擬永遠無法完全替代真實大氣層中的物理反饋。這次衛星載具試射雖然啟動了安全自毀程序，但從助推器點火、離架升空到異常發生的這段時間內，火箭上成百上千個傳感器傳回的壓力、震動以及姿態控制數據，已經足夠讓中科院的科學家們進行數輪的算法迭代。但這還沒完，在他看來，台灣已經敢於啟動衛星載具級別的大型推進器試射，這意味着其固體或液體燃料推進技術已經達到了一個臨界點，能衝上500公里的太空，就代表你已經掌握了跨越2000公里的戰略能量。大家或許還不明白這句話的含金量。一枚火箭若能將載籌推升至500公里的高空，達到低軌道衛星的門檻，就意味着這枚火箭在燃燒結束、發動機關機的一瞬間，其末端速度已經達到了驚人的每秒3.5至4公里。我們熟悉的航母殺手增程型巡3飛彈，其超音速飛行速度大約是每秒1公里，而這次測試載具展現的動力潛能，直接將速度拉升到了10至12馬赫。飛彈到了這個速度，彈頭前方的空氣會被劇烈壓縮，形成一層等離子體，也就是我們常說的黑障。這時候彈頭幾乎是與世隔絕的，但也意味着雷達波很難探測到它的精確形態。此外，一枚攜帶500千克高爆炸藥的10馬赫飛彈，其爆炸威力並不是最可怕的，最可怕的是它撞擊瞬间產生的巨大動能，足以擊穿任何深埋地下的加固掩體或指揮中心。那麼攔截難度呢？我只能說自求多福。攔截亞音速飛彈，你有15分鐘反應；攔截超音速飛彈，你有5分鐘；攔截10馬赫的高超音速或彈道飛彈，留給末端防空系統的反應與攔截窗口只有短短幾十秒。在這幾十秒裡，反導系統要完成雷達鎖定、計算機解算、攔截彈發射、攔截彈點火加速，任何一個環節出現毫秒級偏差，攔截彈就會與目標擦肩而過。如果真被攔住了怎麼辦？那就再來一顆。超音速飛彈的性能注定了其具備快速突防與無縫打擊的能力。不過大家應該還會疑惑，為什麼說500公里的高度等於2000公里的射程？根據物理學中的动能與位能守恆，如果我們將火箭的推力全部向上，它能頂着地球重力衝到500公里。当然，如果改变它的推力矢量，将其調整為沿着地表延伸的最佳能量拋物線彈道，它的理論水平射程通常是射高的2至3倍。換句話說，這次在九鵬自毀的載具，如果換一個發射仰角，它就是一枚能夠覆蓋2000公里外戰略目標的中程彈道飛彈。這已經完全跨入了國際公認的戰略級威懾門檻。當然，作為一個專業的自媒體，我們不能簡單的吹捧火箭換個方向就是飛彈。想要真正實現火箭變中程彈道飛彈的壯舉，台灣中科院還必須克服3個難點。首先是第一道難關，仰角調度與軌跡優化。探空火箭的使命是直衝雲霄，探測電離層或投放衛星，因此它採取的是75度甚至90度的極高仰角。目的是為了盡快穿越稠密大氣層，減少摩擦。但彈道飛彈需要的是水平覆蓋，這要求飛彈制導系統必須在起飛後的特定高度控制矢量噴管進行精密的轉彎動作，將仰角壓低至45度左右。這不僅考驗彈體的結構強度，更考驗飛行控制軟件在10馬赫狀態下對大氣密度與重力的實時計算。第一道關之後，更棘手的是第二道難關，導引系統的閉環精度。科學火箭偏離預定軌道幾百米，對於太空實驗來說，或許可以通過後期修正解決，但彈道飛彈講求的是斬首精度。由於彈道飛彈在飛行中段會跳出大氣層，衛星定位信號容易被電子戰干擾甚至屏蔽，因此必須加裝昂貴的高精度慣性導引系統。
台灣必須利用自主研發的光纖陀螺儀或激光陀螺儀，配合姿態控制噴氣發動機，確保彈頭在穿越真空再進入大氣層時，誤差能控制在100米以內。這是從能打到向能打準的跨越。最後是第3道關，質心與酬載的極限配算。這一關念起來晦澀，然而卻很容易理解。科學火箭的頭部是輕巧精密的實驗儀器，而飛彈載荷則是沉重且具有特定形狀的戰鬥部。一旦將酬載從科學儀器換成數百公斤重的高爆彈頭，整枚飛彈的质心會發生劇烈移位。如果控制算法不重新調整輸入參數，飛彈在飛行過程中就會像一只失控的飛鏢，在超音速激波下直接自旋並解體。這次9鵬測試中的軌道異常，極有可能就是在測試新型控制算法對質心變動的適應能力。值得注意的是，中科院的這些黑科技究竟是從哪兒長出來的？答案就在台灣的工業重鎮桃園。章程在文中特別提到了桃園作為國防產業廊帶的基石作用，中科院的研發核心就在桃園龍潭。桃園是全台灣航太零組件、抗震感測器以及精密金屬加工密度最高的城市。當我們在關注9鵬基地的火光時，火箭里那塊能承受10馬赫高壓的傳感器、耐高溫的密封件以及複雜的控制電路，大多產自桃園的民用或居民通用工廠。產官學研高度整合的供應鏈，才是台灣飛彈發展能從探空快速轉型為中導的底氣所在。這也是為什麼一次失敗的測試能讓關注台灣防務的人士如此振奮的原因。除了這枚未來可成為10馬赫飛彈的火箭，台灣目前的飛彈體系裡還有不少讓人安心的狠角色。其實，在這枚彈道飛彈正式定型前，台灣就已經形成了3層3維的打擊體系。第一層自然是擎天飛彈，這是目前台灣公開認可的遠程利器，飛行高度在3萬米以上，在3萬米极高空巡航，能直接超越絕大多數中低空防空系統的攔截高度，雷達很難捕捉其特徵，且具備末端俯衝打擊能力，意味着它能打擊大部分關鍵戰略節點。當然，這裡有必要說一下衛星火箭演變而來的飛彈與擎天的區別。擎天飛彈走的是冲壓發動機巡航飛彈路徑，它像是一架隱身戰機，靈活能變軌，對手極難預測它的軌跡。火箭飛彈版則走的是固體火箭推進彈道飛彈路徑，它更像是一个從天而降的重型鐵錘，在絕對速度和重力勢能面前，現有的絕大多數防空系統都形同虛設，因為速度太快，雷達剛捕捉到信號，彈頭已經觸地。這兩種飛彈足以幫助台灣構成高低搭配、快慢結合的打擊體系。打擊體系的第2層，雄風3型，這是章程總工程師的得意之作，目前已經衍生出了增程型，那種貼海飛行、高速撞擊的特性，是一切水面艦艇的噩夢。至於打擊體系的最後一環，與防禦有關。有矛必有盾，台灣在發展攻擊性飛彈的同時，利用研發衛星發射器的技術，反向強化了天宮3型的增程型號。這種飛彈旨在攔截敵方的彈道飛彈，同樣具備極高的機動過載能力。回到本期節目最核心的問題，台灣為什麼要在這個時間點如此高調且頻繁地測試大推力火箭載具？其實，在現代軍事戰略中，這就是向敵方展示自己的源頭打擊能力或不對稱戰力。當防守方不僅具備對應防禦能力，而我們已經手握射程涵蓋2000公里、極速10馬赫的戰略重拳時，戰爭的玩法就完全變了。這不再是盾的較量，而是矛的震懾。所以，9鵬基地的火箭試射真的失敗了嗎？我相信大家會給出不一樣的答案。畢竟，尖端武器的發展從來不是靠一次完美的表演，而是在一次次失敗的數據摸底中拼湊出通往終點的關鍵拼圖。9鵬基地的警報與天際的火光，它驗證了大推力固體發動機的可靠性，採集到了超高音速下的關鍵啟動數據，也檢驗了後方軍工產業鏈的整合效率。正如章程總工程師所言，最強大的威懾往往不需要在閱兵場上高調展示，它藏在那些回傳的傳感器參數裡，藏在桃園精密製造的車間裡，也藏在隨時能將科學試驗轉化為戰術重錘的潛力之中。當火箭拔地而起的那一刻，這場關於速度、射程與源頭打擊的戰略博弈就已經翻開了新的篇章。總的來說，9鵬基地的這次衛星載具試射絕非一次簡單的民用試驗。就我看來，它標誌着台灣在固體火箭推進技術、高超音速空氣動力學以及高精度慣性制導這3大核心領域已經邁過了最難的門檻。這背後是桃園強大的產業底座在支撐，是中科院幾代人的心血積累。當太空火箭的高度化為中程飛彈的射程時，台海的防務正在經歷一場史無前例的改變。好了，今天的節目到這裡就結束了。在大家看來，中科院能否克服3道雄關，將那枚火箭升上天空，接着再將其變成射爆10馬赫的彈道飛彈呢？歡迎大家在評論區留言討論。我們下期節目再見。